嗨，大家好，我是海岩。日本的秋叶原是东京最大的电器街，也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二次元文化集散地，被称为二次元的天堂，是御宅族的圣地，同时还是动漫、游戏以及 cosplay 爱好者的天堂。这里也是日本最繁华、最具活力的街道之一。不过，让秋叶原名声大噪、人尽皆知的原因，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加藤之大。2008年6月8日，在秋叶原街上行人最多的时候，加藤开着货车冲入人群，碾压了5个人之后，停车后，加藤跳下车，手拿双刀，一边咆哮一边冲向行人，随机挑选目标攻击，也就是见谁杀谁。最后死亡7人，10人重伤。这案件是日本近30年以来死伤最多的同类案件，也是出动最多急救队伍的案件。而且加藤在作案之前呢，在网络上已经发出了杀人预告，但是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加藤为什么如此丧心病狂？他又经历了什么呢？一切都要从他小的时候说起。加藤之大，1982年9月28日出生于青森县的五所川原市，他是家中的长子，还有一个小他3岁的弟弟。加藤的父亲呢是银行的中层管理，母亲虽然毕业于当地的重点高中，但是由于没能考上大学，结婚之后成为了家庭主妇。加藤的父亲性格比较软弱，母亲比较强势，在家里一切母亲说了算。母亲从小对加藤的教育就非常的严格，她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规定。她要求加藤将所有的空闲时间全部都放在学习上，一个星期只能玩1个小时的游戏，不允许去朋友家玩，也不允许带其他小朋友到家里玩，禁止看漫画和杂志。在冬天只让加藤穿着内裤在屋外面，据说是锻炼他的意志力。加藤喜欢的其他兴趣母亲全部都给否定。写作文哪怕错1个字也要全部重写。一次洗澡的时候加藤没有背出99乘法表，就被母亲将加藤的头淹进浴缸里作为惩罚。10秒钟之内回答不出母亲的问题，就会被3耳光。只要是加藤哭1次，就会在墙壁上贴一张卡片，集满10张的话，就会继续升级另一个惩罚。幼小的加藤呢，就开始压抑自己的情绪，和父母也很少说话。加藤变得越来越沉默。1998年4月，初中毕业以后呢，16岁的加藤按照母亲的要求考进了重点高中青森高等学校。母亲禁止他加入棒球队，甚至加藤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需要母亲的同意。后来加藤交了一个女朋友，被母亲给发现了。母亲要求2个人分手，不然就给加藤办理转学。经过母亲的努力，最终2人分手了。这件事对加藤的影响很大，加藤的心态呢，慢慢的发生了转变，他的心理发生了扭曲，产生了暴力倾向。他会在教室里扔椅子来引起骚动，还会收集一些刀具，用刀劈砍教室的墙壁。晚上还会拿着刀在街道上走来走去。同学们看到他的怪异行为之后都很害怕，纷纷对他敬而远之。加藤的成绩呢也一落千丈。在一次晚饭当中，母亲因为成绩的问题一直在责骂加藤，最后开始动手掐他的脸，扯他的头发。谁知加藤突然变脸，一拳打向母亲，母亲的眼角被碎掉的眼镜片给割伤了。从此母亲再也管不了他了。尝到暴力的甜头觉得暴力能解决问题后加藤的暴力行为就越来越多。卧室里到处都是他发泄情绪的痕迹。高中毕业之后他也像他的母亲一样，没有考上大学，而是考上了一所汽车短期大学，相当于大专。但最终因为成绩不好，也没有考到汽车维修员的资格。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好的工作，只能在工地当保安来维持生活。大概1年后，工地负责人让他到工地办公室里工作，负责考勤和加班费的计算工作。加藤有一些自视甚高看不起身边低学历的同事。每当有什么工作做得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埋怨其他的同事，从来不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所以加藤成为同事们最讨厌的人，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2005年4月，加藤被派遣到日产的一家工厂，成为了一名汽车的涂装工。加藤开始标榜自己是一名御宅族，每逢周末呢都会来到秋叶原。为了外出方便，他贷款70万日元买了一辆小轿车。2006年4月，加藤和同事发生了矛盾，辞职离开了这个公司。2006年5月，劳务派遣公司又将他派到了一家木材加工厂。在这里呢，他常常在网上发帖来吐槽自己的工作环境。他说，天天身上沾满了锯末真是恶心死了，耳朵里总是轰鸣的电锯声，
还有这些工人的叫喊声，一帮只有初中文化的人凭什么来命令我？仅仅干了3个月，加藤开始频繁的旷工，最后被辞退。之后，加藤感觉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便有了自杀的念头。他总共尝试了3次自杀但是都没有成功。第一次，他准备开车撞向对面的卡车，但是由于开车技术不好，最终撞到了路边的石墩，导致车辆发生故障，动不了了，然后自杀失败。母亲得知加藤自杀的事情之后，就劝说加藤回老家青森县，并对以前的教育方式道歉。加藤呢接受了道歉，但没多久又打算自杀。第2次要自杀时，一位好友来信说半年之后来找他玩。考虑到如果自己死了之后呢，好友来了就找不到自己了，不能放好友的鸽子，于是放弃了自杀。第3次，加藤打算地铁卧轨自杀。进入月台后呢，他内心纠结了很久。刚刚下定决心时，他的可疑行为被执勤的安保人员发现了，把他强行赶出了地铁站，自杀再次失败。离开的时候，准备将车开出收费停车场的时候呢，发现身上没有钱付停车费。工作人员说没关系，年底之前一起结清就可以。加藤心想，万一自己死了，年底的停车费就结不清了，于是呢，暂时放弃了自杀。2007年1月，加藤在母亲的帮助之下拿到了大型货车的驾驶执照。之后呢，加藤在老家青森县的一家建筑公司找到了开渣土车的工作。2个月之后，他成为了正式职员。2007年7月，和家里发生矛盾，他搬出了自己家，在外面找到了一间公寓，开始了独居生活。之后呢，加藤更加的沉迷网络，为了和网友见面，多次旷工，终于公司不得不将其辞退。这个时间段呢，他在网上发帖说，我高中毕业之后的人生就是失败的。后来加藤搬到了东京。2007年11月，加藤被派遣到了丰田汽车的富士工厂，在这里继续干喷漆涂装的工作。由于性格等原因，加藤的朋友还是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大部分时间呢，都躲在宿舍里打游戏。久而久之，他的抑郁情绪逐渐加重。2008年，世界危机影响导致许多的企业破产，加藤所在的工厂呢也受到了冲击，并且开始裁员。很多人都收到了裁员通知加藤虽然没有收到，但是他觉得自己一定会被公司裁掉的。加藤在网上发帖说自己可能下个月会被裁员，到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并且说自己交不到朋友更没有女朋友，人生是多么多么的失败等等等等，来诉说自己的苦闷。有很多网友呢就劝他看开点，但更多人讽刺他不思进取说他是懦夫，开始留言攻击加藤。于是加藤和这些人在网络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吵，但是他只有一个人网络喷子却很多。加藤处于下风这让他非常的愤怒。案发前3天，6月5日，加藤早上正常来上班，走进更衣室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工作服不见了。加藤认为自己解约在即，是公司在故意的侮辱他，于是愤然离开了公司，不再去上班。加藤呢，长期处于抑郁的状态，最近一段时间又时刻担心着被解雇，精神压力过大，又被网络喷子们呸，心情更加的抑郁。工作服的事情呢，就成了他作案的导火索。加藤决定要做一件大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他在网络上发帖说，我被大家瞧不起，大家都去死吧，用车撞可以吧，反正会被解雇，让我为所欲为吧，你们这些胜利者都去死吧。第2天，2008年6月6日，加藤开始了自己的报复计划。凌晨，他在论坛上写道，我马上就要被轰出宿舍了，太绝望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6月6日上午，加藤在福井市的一家杂货铺花了3.5万日元买了6把匕首和1根警棍，还有一个手套。接下来就是挑选作案地点。前面说了，加藤是一名御宅族他经常去御宅族的圣地秋叶原，对那边呢比较熟悉。秋叶原的主干道每周末下午1点到6点会被封锁，车辆禁止入内，这条街呢就变成了步行街，被称为步行者天国。那时路上行人也是最多的时候。2008年6月7日，加藤到秋叶原卖掉了自己的电脑等物品，带着换来的5万日元，以搬家为由租了一辆2吨重的白色厢式货车，并且查看地形和路况。回到公寓，加藤把一天的经历发到网上，但是没有引起关注。晚上8点再次论坛发帖，我本以为自己很兴奋，但我却意外的冷静，我非常的惊讶。2008年6月8日，
惨案发生的当天，他开始在网络上预告作案。凌晨5点21分，先用车撞，车用不了了，再下车用刀。6点03分，我曾经是个好孩子，但交不到朋友。6点10分，预定走的道路被封锁了，果然一切都在妨碍我。6点31分，时间到了，出发吧。7点30分，准备这么充分，没想到会下雨。7点47分，下雨了，人就少了，不过没关系，按计划执行。9点48分，到达神奈川休息，目前还算顺利。10点53分，堵车很严重，不知道能不能准时到达。11点45分，到了秋叶原，今天是秋叶原步行者天国的好日子。12点10分，时间到了。最后一条帖子发布的20分钟后，步行者天国十字路口正是红灯的时候，加藤开着租来的货车闯红灯，以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冲向人行道，先后碾压了5个人后，撞上了一辆出租车并停了下来。周围的行人以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全都走过来围观。加藤打开车门跳下汽车，突然从后腰拿出2把匕首，大喊着冲向人群，疯狂地刺向行人。所有人被这恐怖的情景给吓坏了，纷纷四散而逃，场面很是混乱。加藤追赶的人群随机选择目标，仅仅2分钟就有12名无辜的行人被刺中。5分钟之后，附近的2名警察赶到现场，一名警察在民众的指引之下，在附近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了加藤。警察果断拔枪瞄准加藤，让加藤放下武器。面对警察的枪口，加藤选择了投降。另一名警察也赶到，一起将加藤逮捕并押往警局。整个事件从发生到结束大概10分钟，被汽车碾压的5个人当中，有2人抢救无效死亡。被刺的受害者有12人，其中4人在短时间之内因为失血过多而死。整个案件总共有17人受袭击，10人重伤，7人死亡。年龄最大的7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唯一的女性死者是年仅21岁的女学生。加藤被捕后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在现实和网络上都是很孤独的人，来秋叶原就是想杀人，杀谁都可以。他想做一件轰动的事，让所有人都记住他。被捕2天后，加藤被送到了检察院。加藤声称自己有精神病，于是检方在起诉之前对加藤进行了精神鉴定。这一天，加藤的父母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记者问起加藤母亲的高压教育是否对加藤的犯罪行为有所影响，加藤母亲当场跪下，并对于儿子犯下的滔天罪行向社会道歉。第2天，加藤也开始了对社会和受害者以及家属道歉。他向警方供述作案前已经在网络上公布了作案的消息，如果不去做的话，更会被网友们看不起。后来加藤在拘留所除了律师谁都不见，不见自己的父母，也不接受采访。2008年10月6日，加藤的精神鉴定出来了。鉴定结果显示，加藤的头脑正常，没有精神病，有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案发3年后，2011年3月24日，加藤一审，检方指控他的行为是人性泯灭的恶魔行为。法官以犯罪行为极其残酷，毫无人性可言，判处加藤死刑。加藤上诉后，2012年9月12日，东京高等裁判所维持死刑的判决。2014年12月18日，被告加藤向最高裁判所提起上诉。2015年2月2日，最高裁判所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判决。这是加藤的最终判决。日本判死刑后一般都需要10几年的时间才会执行死刑。在监狱服刑期间，加藤和多数的日本死刑犯一样，开始写书。加藤总共写了4本书，书中他将自己的成长历程以及作案细节和当时的心理活动都写入了书中，结果有很多人购买。加藤的人生经历被曝光之后，人们纷纷指责加藤母亲的教育方式，认为加藤母亲的错误教育最终导致了案件的发生。加藤的父母不断地在媒体镜头前向公众道歉，加藤的弟弟也因此丢掉了工作。加藤的弟弟呢，原本有交往的女朋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案发后女友和他分手了，分手的理由是你全家都不正常。加藤的弟弟再也找不到工作，不论搬到哪里都摆脱不了记者们的骚扰。2014年2月，加藤的弟弟终于受不了压力，上吊自杀了。在遗书当中呢，加藤的弟弟留下了这样的话：我其实就是我哥哥的一个复制品，而我们2个都是我妈妈的复制品。复制品得不到爱，也得不到承认，终生只能生活在原型的阴影当中。但是我和哥哥不一样，请不要把我看成杀人狂。
加藤的母亲因为小儿子去世，大儿子被判死刑，精神崩溃，住进了医院。加藤的父亲搬到了老家青森县，找了一处没有邻居的住宅开始隐居，从此很少出门。这个案件发生之后日本出现了大量的模仿事件，短时间内网络上出现了100多件的犯罪预告，这可忙坏了日本警察，顺着网线逮捕了这些人，而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未成年人，目的仅仅是恶作剧。当时有一个人叫矢野聪，做了一个网站，可以自动收集网上的犯罪预告，结果这个网站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去浏览，在2008年日本搜索网站排名第6，可以看出案件发生之后日本民众都很恐慌。另外，日本颁布法令，禁止18岁以下的人员购买刀具，成人购买特殊刀具也需要出示身份证并登记身份信息，并且禁止网络上售卖刀具。案子过了14年之后2022年7月26日，加藤智大被执行死刑，那年加藤39岁。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别忘了点赞，拜拜，再见。